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半斤。那昨天呢，我和半斤就是去逛了这个李家山村，还有这个契口古镇，给大家简单的拍摄了，还有介绍了这个契口古镇的一些历史，然后还有李家山村的一些现存的古建筑以及面貌。当然拍摄的是比较简单啊，没有做过多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一个记录和拍摄，因为最近呢我的精神状态也挺一般的，所以就给大家拍的比较日常一点。那么今天呢，主要我是打算给半斤煮一点好吃的，因为最近半斤吃的都是狗粮嘛，没有给他煮一些新鲜的肉，所以今天呢，打算给半斤煮一顿鸡腿大餐。现在呢，就先出去那个附近的小超市给半斤买点吃的，回来煮。半斤你自己在房间里面玩，乖啊，在这里乖乖的。我出去给你买了肉就回来了，买到了，给半斤买了个鸡腿，还有鸡胸肉。知道有吃的，他赶紧跳起来，马上给你煮吃的，别着急，直接3块肉一起煮吧。哦，这个算是给半斤吃到的一个中秋节加餐。用这个高压锅给半斤煮的这鸡腿应该压得绵绵的，到时候他还可以喝这个鸡汤。半斤现在躺在那里睡觉，待会半斤睡醒一觉就可以吃了。这个肉还是给半斤切一切，太大块了。而且这个骨头要弄掉，免得它吃到了。半斤现在也不能吃，太烫了，给你放凉一点啊，放凉一点你再吃。在窗台这里放了半个多小时，应该冷了吧？好像不烫了，可以吃了。来，半斤吃完这顿大餐，下一餐就到下一个城市啊。半斤的胃口也养成广东人的胃口了，吃肉喝汤。现在呢，我是一个人来到了市区这边，因为进入了山西之后呢，他要求是每天必须做这个核酸的啊，好像是3天3检吧。而且来这边旅游的人呢，还必须3天3检之后2天隔着2天做一次这个核酸检测。所以呢，半斤是待在酒店，然后我自己就来到市区医院这边来做核酸的。然后我刚刚做完核酸呢，就接到了银行打过来的电话，因为我之前是注册了个公司嘛，他们要求我去要求本人在家里面，就是在注册的地址那里去拍个照片，要有公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的对公账户呢才可以正常的去使用。所以呢，我就需要回家一趟，因为他必须本人去啊，没办法。也正好趁这一次机会呢，回家好好休息2天，因为最近在外面拍摄也挺疲惫的，然后还可以回家见见家里人。我是在今年的5月份就出来了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回家，所以正好趁这一次机会回家。然后半斤的话呢，我是打算把它放到宠物乐园，因为我回家今天寄养的话，明天后天大后天回来就是3晚嘛，然后半斤在这个宠物乐园里面住3晚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再过来接它。然后我是收到郊区有一个很大很宽敞的一个宠物乐园，就是很多草坪的，半斤应该在那里挺合适的。我现在准备带上半斤过去那个宠物乐园去看一下。好嘞，到了。我是开车开了有16公里才来到这里的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那个宣传的视频啊，这个场地十分的大，每一只狗狗呢都有单独的房间可以住，而且呢有那个草地可以给它们自由的飞奔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地方。不过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偏一点，就离那个市区比较远，但是无所谓了，我觉得半斤能够住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就可以了。现在下车去看一下它这个房间怎么样吧。就是带半斤来这儿，一个很气派的宠物乐园。这边还有宠物在训练呢，玩飞盘。哇，它这个寄养的场所好大呀！整个园区有游泳区宠物活动区，还有训练区，各种各样子的，超级大超级大。这才是真正的宠物乐园啊，比我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宠物的场所都要好。它这里寄养收费是100以上，就是最低是100，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了。包括主人也可以在这玩，主人可以在这里玩桌游，应该是这里了。好像他说的是单独的房间，还有在训练德牧的。对，看寄养的房间。它这里有高端的寄养区，有房间。来看看。好的。他们都每个里面都有小床，然后有24小时监控。哦，这是给他们睡觉的小床。对，这个的话就属于高端，它一个房间里面只有3个床的。然后我再给您看一下咱们普通的。那个晚上的话会回家睡觉。白天的话我们会根据天气
哦，天气就是放外边活动吗？还是说在哪里活动？放在城市像他们这个本身是他们这个配套的一个小端子。这是普通的。高端的怎么收费啊？这个是188一天。188一天。这个小镜头。像咱们这儿就是一个小房间，其实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储藏。我给你们大概看一下这边吧。我们就近看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一个给养室区域，这个小房间。感觉好像这个房间好一点，因为没那么热，没那么闷。不，那个房间是因为我们好几天没开了。没开了。对，我们那个中秋的狗刚走，正常我们那个房间门是开的，中间它那个外头有一个栅栏。像他们一般的话，这个是共享草地。共享的草地。根据当天他们一个性格情况，比如说能在一起玩的这些狗，他们会那最多的时候是。如果他在这里的话，活动区就是除了这里，还有就是旁边的草地。对。差不多就100左右吧。100左右。好，带我看一下吧。他这里还可以给狗狗游泳呢。就主人跟狗狗在水里边玩，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带半斤在这里游一下泳。还有吊床，可以在这里跟朋友聚会什么的。我刚刚看了他们这个寄养的场所有一个高端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普通的寄养。高端的那个寄养呢，一个房间是有3个床位的，但是我进去之后感觉到很闷热，就它可能是那个棚子吧。又没有开门，又没有通风，那个窗也没通风，所以说我应该不会选择这个高端的。虽然它的价格高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普通的那个区域很凉爽，就它会把大门打开，然后窗那些打开，就特别的凉爽吧。所以说我会把半斤寄养在那个普通的区域吧。刚刚把半斤放在车上了，我自己来看了，主要是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合不合适，地方大不大。如果地方大的话呢，像半斤运动量大的这种边牧犬就可以把它寄养在这里。走，半斤，带上半斤的狗粮。行了，您就自己去抢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五拜拜，小五拜拜。好嘞，把半斤照顾好了。我现在呢已经把半斤放到这个寄养的场所里边了。他住的是那种普通房，但是这边的普通房呢也挺大的，而且可以给那个狗狗出去那个草坪上跑。它的收费是100块钱一天，大后天回来，所以半斤要在这里待3晚的，包括今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15分我准备去机场。飞回广州，然后再坐车回惠州了。好困感觉没睡醒，因为昨天晚上熬夜在剪视频，视频还没剪完，就只剩下打字幕还没上传呢，所以只睡了3个小时吧，3个小时。我在想是把车停在机场，还是停在机场附近的那个街道，因为机场的收费比较贵，要5块钱1个小时，如果停个2、3天还挺多的。现在这个天还是蒙蒙亮的，赶一个大早去机场。现在已经到达机场这边，刚刚呢我是把车停在机场外边的一个村庄里的空地上，不用收费，还挺好的。如果停到机场这边的话，收费还挺贵。这里飞广州要飞3个小时。6.5 hours later， 现在终于回到了惠州的家了。我刚刚回来的路上还去剪了个头发，不过回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啊！我是飞到了广州的机场，然后再坐了2个半小时的车才回到惠州的家里面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2天了。然后休息完2天之后呢，我就会飞回山西，再跟半斤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旅程。我回到家这2天呢，应该就不怎么拍视频了，因为主要是休息嘛，也要办一些自己的事情。如果大家想看我的日常，应该从我姐姐的视频里面也看得到，也就是小秋的日常 vlog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